多吃全谷物和坚果，少喝含糖饮料，少吃加工肉类，你的寿命可能延长整整10年。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英国多所学术机构联合研究发表在 Nature Food 上的结论。今天咱们就来拆解这份研究，看看怎么吃才能真正活得更久。很多人好奇健身爱好者的饮食到底好在哪儿？他们常吃全谷物、坚果、新鲜水果，还有低油低盐的白肉，比如鸡肉、鱼肉，他们也尽量少糖。这份英国研究证实，这种吃法平均能让人多活10年左右。英国那边因为不健康饮食，每年有超过75000人过早去世，其中15到70岁的人占了17000。所以英国现在把饮食结构的研究和推广当成大事来抓，想降低死亡率，也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如果你觉得这些数字离你很远，那我们换个角度想，你身边每10个中年人里，可能就有一个因为吃的不合适而提前离开，这不是吓唬人，而是统计上的事实。所以今天这个话题真的值得你听完。那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呢？2024年11月20号，一个由 Lars Dennis 领导的团队在 Nature Food 上发布了这项成果。他们开发了一个全新的饮食评估模型，能估算常见食物的摄入量如何影响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的预期寿命。这个模型不是随便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它基于英国生物银行几十万人的长期跟踪数据。研究团队把这些数据按年龄、性别、收入、吸烟、喝酒、运动量等一大堆因素做了严格调整，就是为了把饮食这一个变量的影响单独拎出来看清楚。这个模型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光给英国提供了参考，其他国家也能借鉴，用来改善自己的饮食指南。换句话说，你今天听到的这些结论不光是英国人有用，放你身上一样适用。那什么样的饮食模式最长寿呢？研究结果很明确，适量多吃全谷物、水果、鱼类、白肉、奶类、蔬菜、坚果和豆类，同时尽量少吃鸡蛋、红肉、含糖饮料、精致谷物和加工肉类，这种结构和更长的寿命高度相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含糖饮料和加工肉类，它们跟全因死亡率的升高最密切，吃的越多风险越高。而全谷物和坚果跟死亡率降低最相关，适量多吃对延长寿命最有帮助。咱们来打个比方，你把身体想象成一台机器，含糖饮料和加工肉类就像劣质燃料，短期看没问题，长期用下去零件坏得快。全谷物和坚果则像高品质润滑油，不但不伤机器，还能让整台设备运转更顺畅。图一的数据来自英国生物银行的参与者，他们把每种食物的摄入量分成5个区间 Q1 到 Q5。比如全麦食物 Q1 就是摄入量占所有食物 20% 以下， Q2 是 20% 到 40%， Q5 是 80% 到 100%。 参考组设为摄入量最低的那1/5，也就是 Q1 它的全因死亡率风险设定为1，其他区间跟它比较。所有分析都按年龄、性别、地区、贫困程度、吸烟、饮酒和体力活动水平做了统计调整，所以结果能真实反映每种食物的摄入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分这么细？因为吃一点和吃很多完全是两码事。研究就是想找出那个最安全的区间，让你不用挨饿，也不用冒险。从图一能看出，全麦、蔬菜、水果、坚果、鱼类如果吃的太少，也就是低于总体的 20%， 死亡风险明显升高。而加工肉、红肉和高糖饮料如果吃的太多，超过总体的 80%， 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所以摄入太多或太少都不好，比较合适的区间是 Q2 到 Q4， 保持适量摄入，死亡率相对较低，健康状况也更好。举个例子，你要是完全不吃水果，风险反而比那些适量吃的人高，但你要是天天喝2瓶含糖饮料，那风险就更夸张了。关键就是适量2个字，别走极端。英国这个 ATWell 指南就是根据这些数据制定的。研究特别分析了40岁和70岁的英国女性和男性，如果他们按这个指南改变饮食，能多活多少年？图2用不同颜色的柱状图展示结果， F40 和 M40 代表40岁的女性和男性， F70 和 M70 代表70岁的。红色、蓝色、绿色的柱子对应图1里不同的饮食结构。一看图就能清楚看到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饮食改变后预期寿命的变化。具体来说，一个40岁的男性如果从不健康饮食切换到健康饮食，预期寿命能增加大约8到9年。同样年龄的女性，增加幅度也在7到8年之间。而到了70岁才开始改，男性大概能多活3到4年，女性也在3年左右。
差距很明显，说明越早动手越划算。大部分食物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差不多，但白肉对女性的好处更明显一些。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稍微调整饮食，不过无论男女都是越早改成健康饮食，寿命延长越多。比如中年时坚持健康饮食，男女都能多活3年左右。如果你原本吃的非常不健康，改变之后最多能赢得10年寿命。但要是一直等到年纪大了才开始改，增加的寿命年数就没那么多了。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研究里说的不健康饮食不是偶尔吃顿炸鸡喝瓶可乐，而是长期稳定的摄入大量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如果你只是每周喝一次奶茶呢，影响没那么大。但如果你每天都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英国政府在这个食品战略里特别强调，行业和政府都有责任。行业要推广和提供更健康的食品，政府要出台监管措施，同时也确保消费者能买到健康食品，并且有足够的信息做出明智选择。比如英国已经在考虑对含糖饮料征税，也在推动超市减少加工肉类的促销。这些措施听起来有点强制，但背后逻辑很简单，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抵抗住垃圾食品的诱惑，环境本身就得上点手段。咱们国内虽然没有一模一样的政策，但你可以自己给自己立法，比如家里不囤含糖饮料，去超市少买红肠培根。你可能会想，我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天天研究吃什么？其实不用搞得很复杂。研究里最核心的建议就几条：第一，把白米饭或白面条的一部分换成全谷物，比如糙米、燕麦、全麦面包。第二，每天抓一把坚果当零食，别吃薯片。第三，含糖饮料能不喝就不喝，换成水或者无糖茶。第四，红肉和加工肉类控制在1周2-3次以内，多吃鱼和鸡胸肉。第五，每顿饭尽量保证有一半是蔬菜和水果。这些事儿做起来不难，难的是坚持。但你想一想，坚持一阵子可能换来多活10年，这笔账怎么算都不亏。你看，把饮食结构调对了，真的能大幅降低死亡风险，多活好几年甚至10年。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用，记得点个订阅。下期咱们接着聊怎么在省钱的前提下吃得健康，毕竟长寿也得讲究性价比。